曾小雅停顿了片刻后，继续说道：“我觉得他爸妈心里对我是不满意的，因为有和小姐做对比。我知道何小姐经常去林学长家里帮他做饭、收拾屋子，他爸妈每次进城来都是和小姐招待他们，给他们买菜做饭吃，又和林学长一起陪着他们去医院，也会带他们去玩，给他们买很多礼物。何小姐做得太好了，她的表现也让林学长的爸妈很满意。我一再的拒绝林学长，相信很快他就会彻底放下对我的感情，因为他爸妈会干涉的。林父林母是更喜欢何月华多一点。”曾小雅没有分析错，现在林父林母都在劝着儿子接受何月华，放弃曾小雅了。在他们看，曾小雅家世再好，但工作忙，没有时间照顾家庭，照顾他们的儿子。他们进城来，曾小雅也没有时间陪伴，更不要说像何月华那样给他们准备一日三餐，带他们到处玩，给他们买很多东西了。曾小雅从来没有送过礼物给他们。几年前林母生病住院，就是曾小雅说的那次，曾小雅也只是买了一袋苹果送去林母的病房。曾小雅不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她只是林学长的学妹，看望一下学长生病的母亲，买一袋苹果送去是可以的了。至于送礼物讨好林父林母，曾小雅是没有做过，也不必去做，她又不爱林学长，干嘛要去讨好林学长的父母？大家保持着客客气气就行。但你的家世对他们来说吸引力还是很大的。小雅，你需要用到我的话，尽管跟我说，我很乐意帮你的。我装修房子，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欠了你的大人情，正愁着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，让我假扮你的男朋友，劝退林医生。我保证不会要求你负责任的，我又没有女朋友，没有损失，哪里会要求你负责任呀？他正好假戏真做，攻陷他的心房，让他爱上他。曾小雅笑道：“不用，我只要不回应林学长，他早晚会放弃的。他老大不小了，又是他父母最得意的孩子，他爸妈岂会让他一直纠缠我？何月华也不会让林学长一直纠缠他的。何月华用他的方式，已经一点点渗入了林学长的生活里。不说那些了，免得影响了下午的工作心情。战月，你等会儿也要回去上班了吧？林学长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总说你就是个肯凶肯嫂的人。随便他怎么想，他与我来说又不是重要的人，没必要说那么多。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都赖我，觉得是我害得他追不到你。若是知道我的身份，又会说我是仗着身份欺负他了。他就算不拿出战家八少爷的身份，也能打败林医生。林学长找到你的事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曾小雅再次道歉。没事，我又不生气，反而很开心，因为林医生在我这里感受到了威胁，侧面证明我是个很优秀的男人。曾小雅失笑，开车就10分钟的车程，很快便到了医院。曾小雅让战月在医院门口停车就可以了，但战月坚持送他进去。看着他进了门诊部，他才开车离去。那边的林医生却心情低落，在父母收拾好衣物从房里出来了，他才敛起了低落的情绪，免得父母以为他不想陪他们出去玩。阿健，我们收拾好了，走吧，去接上月华。是了，你没有带2套换洗衣服吗？林母问道。我带1套就行了。林母扭身走到阳台外面，帮儿子收了1套衣服，简单的折叠好，塞进了他夫妻俩的旅行袋里。走了。好，一家3口开开心心的出门。阿健，你看月华能陪着我们去海边玩，曾医生却连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他也没有来看过我们，还是月华好。林母是带着机会就说何月华的好话，力劝儿子选择何月华。妈说好了再给我半年时间的，半年后小雅还是不接受我的感情，我就死心了。何月华会再等他半年的，半年后结果不理想的话，他就选择何月华了。行，那就半年后再说吧。
妈是觉得月华这孩子更适合咱们家，他太能干了，对我们也好。不像那个曾医生，听说曾家是请有保姆阿姨做饭的，曾医生怕是连饭都不会做吧？以后怎么照顾阿健？逢年过节跟着阿健回老家的话，又怎么给大家准备一桌子好饭菜？特别是过年的时候，亲戚朋友来拜年，是需要准备好几桌饭菜招待客人的。现在是林母和女儿以及一个儿媳妇准备，她想等到阿健结婚了，儿媳妇都娶齐了，她这个当婆婆的就能退休，以后由儿媳妇们准备饭菜招待亲戚朋友。但曾小雅不会做饭的话，就会让亲戚朋友们说闲话。妈，小雅工作很忙，她没有时间。林医生替曾小雅说话，她和月华是不一样的。不要说了，月华在路边等着了。林父提醒母子俩别再在这个话题说下去。何月华在他租住的公寓大楼门口等着，那栋公寓大楼恰好就在街边的。看到了林医生的车子，何月华挥挥手，很快车子在他面前停下来。月华，快上车！林母热情地招呼何月华上车。何月华换了衣服，换成了一套裙子，略打扮了一下，在林母的眼里不输于曾医生。他提着一个20寸的行李箱，箱里面塞着的不仅仅是换洗衣服，还有他的护肤品、化妆品。林母从他手里接过了那个小行李箱，用眼神示意何月华坐到副驾驶座。林父林母都是坐在后排，夫妻俩很有默契，将副驾驶座这个位置留给何月华。何月华也不客气，拉开了副驾驶座的车门，钻进了车内。等了很久吗？林健随口问道。没有，我也刚收拾好下楼的，才等了几分钟，你们就到了。何月华坐好后拿出手机，林医生，我继续看看酒店，咱们今晚在海边住一晚的话，要订酒店，还好不是节假日，不难订。他可以慢慢的看看各家酒店的优点缺点，订一家好一点又不算贵的酒店，这样既能让大家住得舒服，又不用花太多的钱，让林母满意。好，麻烦你了，你想的也周到。林医生都还没有想到提前订酒店，他想着玩累了再去找酒店住。还是何月华想的周到，父母说的话也是对的，他和何月华一起时，何月华什么事都想得周到，不用他去操心，对他父母比对他父母还要好。小雅不爱他，从来不会主动过来看望他的父母，更不会照顾他的父母，也不会陪伴他的父母，带他父母出去玩。别说他的父母了，就是对他，小雅也不像月华那般照顾他，关心他，包容他的一切。因为小雅压根儿就不爱他，在小雅的眼里，他就是他的学长，而他的学长一大堆，并不止他一个，他在他眼里并无特殊之处。或许这便是爱与不爱的区别吧。何月华爱他，满心满眼都是他，包容他的一切，照顾他，对他的父母也极好。小雅不爱他，就不会像何月华这般。林医生心里有了决定，但一想到2个女孩子的家世背景，他又犹豫了，还是按自己向父母承诺的吧。半年后，他若是追不到小雅，就和何月华在一起。2个人共事多年，彼此都知根知底的，结婚的话应该也能幸福。每次出来玩，只要有月华陪着，我们什么都不用想，月华就安排好了。月华，你就是细心周到，以后我们家阿健有你照顾，我们两老在老家也能放心。若是他身边没有人你照顾，我们都不放心。他这个人嘴笨，不会说甜言蜜语，但他一旦结婚，就会对家庭负责任的。我们林家的男人就没有出轨的。妈，林医生叫了母亲一声，我和月华还没有到那一步。林母笑眯眯的，早晚的事。何月华笑着说道，阿姨，我喜欢林医生，想他好，自然会好好的照顾他的。他会不会娶我，就是个未知数了。他和林医生同床共枕了1个晚上，他敢不娶她，
他也不会让他好过的。反正曾医生知道他和林医生的事，曾医生是不可能再接受林医生的感情，而他又拿下了林父林母的心，让梁老越来越喜欢他。何月华有信心，最后嫁给林医生的人必定是他。他的目标是成为林家诊所的老板娘，以后就像曾二叔二婶那样，夫妻俩一起经营林家诊所，一个当医生，一个当护士。他做事的速度快，以后就他一个护士足够。现在的那个护士可以辞退，还能省一个人的工资。妈，出去玩，别说那些。林医生不想在这个时候谈论他和何月华的将来，他还处于纠结之中。林母不是很开心的应了声，转移了话题。一家人去了海边，玩的倒是开心。当时一家人住进了何月华提前订好的酒店，林医生就接到了一位熟识的店家打来的电话，对方告诉他，万盛街的商铺除了几家之外，其他商铺全是首富占家的产业，那几家不属于占家产业的就有曾家诊所。首富占家的产业？林医生震惊地问，那是首富占家的产业吗？占家，占月就姓占。万盛街的商铺是占家的产业的话，那占月帮他大堂嫂收租，他大堂嫂不就是占家的大少奶奶？占月岂不是占家的少爷？听说首富占家这一代共有9位少爷，占月是排行第几的？叶老板，谢谢你帮我打听到这些。这其实也不难打听，只要找万盛街那些商铺的老板一问，就知道他们真正的房东是谁。林医生，你是没有去打听过、了解过才不知道。林医生还真的没有去打听了解过，他只知道曾家诊所是属于曾家自己的，是曾家以前花钱买的地皮自建的房子，在那么好的地段买了地皮，建了几层楼在那里，可见曾家以前就有实力了。他更知道曾小雅的父母给他和兄弟都全款买了房子，装修才是曾小雅自己赚钱装的。管城的房价多贵啊！曾小雅的父母能给所有孩子全款买一套房，他父母名下也有一套房，这样的家庭条件很不错了。而他呢，不管是买房还是买车都是靠自己，父母没有能力帮一点。他开诊所的本钱，当初还是跟同学朋友借的钱。有父母托举和没有父母托举就是不一样。他努力好几年才拥有现在这些，而家庭条件好的都不用自己奋斗，父母就帮他们准备好了。这就是他舍不得放弃曾小雅的原因。曾家的条件、人脉是他很难达到的高度，特别是人脉。他开诊所的结交到的大部分是药厂的人，在医学界里，人脉也就是自己的同学和老师了。不像曾家那么广的人脉，曾家是中西医人脉都是极好的，因为曾家是医学世家，整个家族的人都是当医生的，各科医生都有，还在读书的，以后也是选医学专业。可惜的是，曾小雅始终不爱他，只把他当成学长来看待。我平时还真没有去关注那些，我甚至不知道一条街的商铺房东是同一个人。林医生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说道，我没想到首富占家还会有这样的小产业，这种产业对他们来说都算不得什么。那是首富呢，千亿豪门，仅是占氏集团就让人仰望到脖子发酸。听说他们家的每个人又都有他们各自的产业，随便一个拎出来都是富豪。首富家家风又好，他们每一位少爷都被培养得很优秀。听说他们家的老祖宗说了，若有一天占氏集团倒闭了，他们凭着自己的本事也能东山再起，生存下去。所以将他们个个培养成才，在富豪堆里。能这样做的很少了，占家富了不止一代，而是富了好几代，就是他们家的家风好，儿孙成才。听说若不是家族需要，他们都不想接手占氏集团，因为他们自己早早就创业了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司，经营的还很好。撇开他们占家少爷的身份，他们也是成功人士。对方还在说下去，林医生已经听不进去了，他匆匆地说了句要忙了，便挂了电话。